好，再将视线转向南海。去年以来，菲律宾在南海仁爱礁与黄烟岛海域不断碰瓷中方执法力量，持续导致地区局势紧张。近日，菲律宾再将触手伸向仙宾礁，企图以所谓运送补给、组织渔船挑衅等方式复制仁爱礁的坐滩闹剧。4号晚，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发表谈话，强调，中国海警将一如既往在管辖海域维权执法，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甘宇表示，3号以来，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巡逻艇和多艘渔船先后聚集在非法滞留仙宾礁的菲海警9701号船附近海域活动，中国海警全程依法跟监，有效管控。甘宇强调，中国对包括仙宾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方船只滞留仙宾礁，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将一如既往在管辖海域维权执法，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外界注意到，尽管菲律宾政府对外声称聚集活动是应渔业和水产资源局要求为菲律宾渔船补给燃料，但根据菲海岸警卫队发布的视频片段显示，所谓的补给现场戒备森严，菲方更是出动快艇企图阻止中国海警的监视和管控。有观察指出，这是菲方让本国渔船加入挑衅行列的惯用手段，其意图就是非法侵占中国仙宾礁渔场。今年4月，菲律宾方面以所谓确保中国不会在仙宾礁填海造地为借口，派遣海岸警卫队9701号巡逻舰抵达仙宾礁活动，并非法锚泊在中国仙宾礁相关海域。截至目前，已非法滞留超100天。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菲海警9701舰全名为特里萨马格巴努亚号，由日本2018年为菲律宾免费建造，此前曾长期停泊在巴拉望岛。作为菲律宾海警吨位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巡逻舰，9701舰被菲海警视为掌上明珠。去年11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菲期间，菲方还特意安排其登船参观，并向岸田赠送了菲律宾海警涂装的9701船模型。不过，有观察指，菲方或企图借此船在中国仙宾礁复制坐滩戏码。今年5月开始，菲海警动用多艘船只，采用轮流非法侵闯的方式，对9701舰进行补给活动和人员轮换。中国海警全程跟监管控。6月，菲方还举行了该船指挥权的交接仪式，显示出菲方妄图在仙宾礁打持久战。7月，菲方再次非法侵闯仙宾礁，有媒体就曝光现场图像显示，菲船只除了通过软管为9701舰补油、补水和食物外，还试图向非法滞留的仙宾礁的菲海警船只调运蓝色桶状物，运送遮掩的神秘箱型物件和疑似水泥的建筑材料。仙宾礁与仁爱礁的距离在100公里以内，是菲海警非法侵闯仁爱礁的必经之路，同时也被菲方视为搅局南海的重要军事前哨。值得注意的是，今年7月，根据中菲双边外交部公告，中方同菲方就管控仁爱礁局势进行磋商，并就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双方同意共同管控海上分歧，推动南海局势降温。有分析就指出，菲律宾在这一时间点将重心转至仙宾礁，有另辟战线之嫌，显示出菲方希望保持当前南海局势的热度，从而继续在国际上搞舆论战。按照菲方一贯的这个行事作风呢，他们肯定不会就此呢轻易的放弃。这一次呢，菲方企图在仙宾礁复制在仁爱礁上非法坐滩的这种行径，那么其实呢也暴露出菲方呢还是会继续在南海问题上面挑衅生事。菲方希望呢扩大这种事端的范围啊，不仅是在仁爱礁进行这种挑衅活动，那么给中方呢制造更大的麻烦。自动驾驶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应用场景之一，已成为眼下中美科技激烈竞争的重要领域。据外媒报道，美国政府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出台一项新规，禁止使用中国软件的自动驾驶汽车和网联汽车在美国上路。美国商务部表示，此举是出于所谓国家安全考量。
据路透社4号援引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将在未来几周内提议禁止使用中国软件的 L3及以上的自动驾驶汽车和网联汽车在美国道路上测试及行驶。其中 L3级自动驾驶也被称为有条件自动驾驶，即允许司机在驾驶过程中在相关限制条件的前提下从事其他活动，比如看电影或使用智能手机等。消息人士称，根据该提议，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将需要核实，确保其生产销售的网联汽车或先进的自动驾驶汽车软件不是在中国这样的受关注外国实体开发的。美国商务部一名发言人4号应询表示，该部门对于网联汽车技术相关的所谓国家安全风险表示担忧。报道称，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与英、澳、加、德、日、韩以及欧盟等盟友伙伴和行业领袖举行了一次会议，商讨共同应对与网联汽车相关的国家安全风险。消息人士说，有关官员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披露了即将推出的这项新规的细节。外界注意到，这是对拜登政府今年以来针对中国网联汽车打压计划的进一步落实。早在今年2月，美国商务部就中国汽车进口是否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启动了一项调查。今年5月8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向媒体表示，该部门正在评估有关调查结果，预计将于今年秋季出台有关规管措施。5月15号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他再度渲染所谓国家安全风险，强调当局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Look, I would say the national security risks are quite significant. If you think about these connected vehicles, they have thousands of sensors, thousands of chips. They know they're controlled by software, which is coming from Beijing. They know where the driver goes, what the driving patterns are. So I think it falls into the broader category of all of these connected technologies which collect massive amounts of data on U.S. citizens. 雷蒙多此前还宣称，如今的汽车如同装了轮子的苹果手机，可以搜集大量信息。假如美国路上有300万辆中国车，北京能让他们同时熄火。但此番逻辑完全站不住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曾批驳，按这个逻辑，中国是不是更应该担心华盛顿能让中国用户的上亿部苹果手机把信息传输到美国，甚至同时黑屏？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就是美国希望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中国这些高科技的产品还有服务拒之门外，以此来给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企业还有服务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个国内市场。但是呢，我们也知道，通过保护的方式来鼓励国内的企业的发展，其实是根本不会达到它的这样一个政策设计的初衷的。除自动驾驶以外，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华遏制打压的动作仍持续不断。据美媒此前披露，拜登政府计划在本月出台新规，将遵循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进一步收紧部分国家和地区对华出口芯片的限制范围，其中主要针对的就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极大的高带宽记忆芯片。在中美科技竞争的大背景下，自动驾驶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应用场景之一，也成为了双方激烈角逐的又一重要赛道。近年来，中美两国都在自动驾驶的技术研发应用和政策推动落地方面按下加速键。再关注孟加拉国，据孟加拉国军方5号证实，该国总理谢赫哈希纳当天辞职，并已离开孟加拉国。军方将要求组建临时政府。此前，针对该国恢复公务员配额制度的抗议愈演愈烈，示威民众甚至还闯入了总理府邸。据孟加拉国当地电视台5号报道，几周来一直面临下台压力的哈希纳，当天向总统穆罕默德·谢哈布丁递交了辞呈。随后，军方领导人扎曼向全国发表讲话，称将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并敦促抗议者冷静下来。আমি সমস্ত রাজনৈতিক দলের নেতৃবৃন্দকে এখানে আমন্ত্রণ করেছিলাম। ওনারা এখানে এসেছেন, আমরা একটা সুন্দর আলোচনা করেছি। সেখানে আমরা সিদ্ধান্ত নিয়েছি যে একটা ইন্টারিম গভর্নমেন্ট আমরা ফর্ম করব এবং ইন্টারিম গভর্নমেন্টের মাধ্যমে এদেশের সমস্ত কার্যকলাপ。扎曼还呼吁抗议者在政治过渡期间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秩序，相信军队，并誓言所有谋杀都将受到审判。
据了解，现年77岁的哈希娜是孟加拉国开国总统谢赫穆吉布拉赫曼的长女。她于今年1月第5次当选孟加拉国总理。自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遭暗杀身亡后，伊朗政府密集表态，称将对以色列的侵略和恐怖主义行动进行严厉惩罚。当地时间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表示，以色列暗杀哈尼亚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伊朗将采取果断坚定的行动惩罚侵略者，以保卫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尊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当天表示，伊朗无意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但以色列对各方试图恢复地区稳定的努力作出消极回应，并在伊朗、黎巴嫩、叙利亚等国家进行挑衅和恐怖行动。因此，伊朗将根据国际法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以色列作出惩罚。و ایجاد بازدارندگی علیه رژیمی غاصب متجاوز و ماجراجو تردید بکنه。有外媒报道称，美国正在就地区局势向伊朗传递信息。卡纳尼对此予以反驳。他表示，美国没有必要向伊朗传递信息，因为美国在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过程中负有责任。卡纳尼强调，美国必须停止支持以色列，阻止以色列继续犯下罪行。自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遭暗杀以来，伊朗官方频频发声，誓言将对以色列实施报复。在伊朗预计将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当地时间5号视察了位于特拉维夫的空军指挥中心。加兰特与以空军高级别官员评估了目前局势，听取了以军防空准备和攻击能力等情况。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政府和安全部门目前已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布林肯在电话会议中要求7国集团外长向伊朗、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施压，让三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并称这是避免地区战争的最佳方式。以色列时报报道称，美国认为袭击不可避免，但尚不清楚袭击可能采取的形式以及具体时间。而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则表示，美国正在中东地区部署额外的军事力量，以增强美军的防御能力，并给以色列提供保护。When the Supreme Leader says he's going to avenge, we have to take that seriously. Now, I don't know what they're going to do or when they're going to do it, but we got to make darn sure that we're ready. 另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4号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通话，双方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安全和自卫权的坚定支持。白宫方面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于5号召集国家安全团队讨论中东局势发展，并将与约旦国王阿卜多拉2世就地区局势会谈。另一方面，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艾哈迈迪安邀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率领的俄罗斯高级别代表团5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俄罗斯是关系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发展同俄罗斯的战略关系是伊朗外交的优先事项之一。佩泽西奇扬还谴责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及对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的暗杀。绍伊古表示，俄罗斯认为同伊朗在双边地区和国际层面加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绍伊古当天还与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会晤，双方就防务和军事关系进行了交流，并讨论了地区及国际局势。